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最近在玩的游戏太过 Deep Dark，所以无法直播的琉璃。本期视频为暗黑4第4赛季装备改动的解析。距离第4赛季开启呢还有8天啊，接下来我的更新节奏也会加快。除了本期视频之外，应该还会再更新2期第4赛季的改动说明，以及第4赛季个人预估的各职业情况，还有野蛮人和死灵2个职业的新赛季开荒流程等5个视频。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直入主题啊。本期视频呢，你将看到词缀变少了，但也变强了，同时一脚把黄装踢进垃圾堆的基础词缀改动，先让你变成6边形战士，然后极致特化玩法的回火机制，以及刷图累了就去铁匠门口抽卡，一键3连就能得到巨幅提升的大师强化机制。首先呢，是最基础的装备词缀的改动啊。在第4赛季中，除了暗金装备之外，魔法、稀有、传奇装备的数量词缀都变少了。现在呢，传奇装备在掉落的时候会有3条词缀，而黄色稀有装备最多只能拥有2条，这就意味着黄装彻底成为了材料。虽然黄装还是可以被刻印传奇威能，但天然少一条词缀，就注定了它只能作为过渡品。开荒阶段结束之后，我们就再也不用见黄了。这一基础之上呢，威能法典也得到了重做。现在我们不需要再提取传奇装备的威能了，只需要分解它就能自动解锁宝典的威能和等级，并且可以无限制的使用它来刻印了。也就是说呢，中后期我们只需要辨识自己需求的传奇装备的词缀即可，而装备掉落的方式也进行了优化。在 PTR 的实战中，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击杀怪物之后，大部分时间掉落的都是银雾水晶、遗忘之魂这些你走上去就会被自动收集的材料，而非装备。屠戮恶魔的快乐呢，将不再被掉落所打断。当然，集中化的大量掉落也依旧存在，不过这都会在你挑战了足够强大的敌人，比如说噩梦地下城守卫、狂潮的区域 BOSS 以及开启精美的宝箱才会出现了。词缀的减少并不意味着传奇的变弱，因为暴雪也同步提高了装备的词缀范围，以及精简了词缀的数量。以防具为例，就是删除了各种各样的条件减伤，比如远减、近减、受伤减免等等。现在呢，这些部位要出防御词缀，除了技能等级之外，就是堆堆生命、护甲、元素抗性这几个非常容易理解而且差距不大的词缀。如果你要极端化构筑的话，就得多出闪避来配合回火了。而需求输出循环的话，也能在它们上面找一些每秒资源回复。武器这边则集中于主属性、攻速以及减耗、灭回等资源类的词缀，戒指和手套也基本上同理。不过这2个部位是可以出暴击和击中概率易伤的，所以呢，受玩法的影响会大一些。装备词缀的生成逻辑也进行了调整，比较万用的职业主属性和生命词缀在掉落的时候都会更容易出现在装备上。以上的情况积累到一起，就会使得我们在开荒阶段弄到一个凑合一用的装备会变得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生命或者主属性加一个有用的词条，然后自己再通过附魔获取另外一个需求的词条就好了。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装备更容易毕业了，一是在以上条件下，中后期你去追求一些特定的稀有词缀组合，比如说攻速暴击加条件奸伤的戒指，或者暴击冷却移速这样的项链会变得更麻烦一些。二就是新增的强力词缀机制，我更愿意称之为太古词缀。现在呢，所有的装备在掉落的时候都可能会出现太古词缀，在暴雪优化之后的显示是这样子的，被太古化的词缀会比普通词缀强 50%， 而且是没有随机属性的，固定为最大值。以手套的暴击为例，普通手套的暴击属性是 8% 到 10%， 掉了之后你还得去看 roll 值，而太古暴击词缀则固定为 15%。如此强力的词缀掉率自然不高，而且没有办法通过附魔来获得，你掉的是啥属性就是啥属性，不能把它洗成别的太古词缀。PTR 里呢，大约只有 10% 的传奇会有强力词缀，而且大多数都只有1条词缀为太古。其中传奇装备最多出现3太古，而暗金装备则最多出现4太古。所以在中后期，我们主要的追求就是去刷词缀正确的太古装备，然后再对它们进行回火和大师强化。回火呢是一个全新的铁匠机制 ，S4 之后我们可以在战斗中获得回火的配方，在铁匠处点击回火就能通过这些配装为每一件装备添加对应的回火词缀。根据我们装备的部位还有职业的不同，我们可以选择的回火配方也会不同，但是每一个配方都会含有复数的词缀。回火的时候呢，我们会随机选择一个词缀添加到装备上面，而每一件装备的回火次数都是有限的，在初始的2个词缀选择之后，最多可以重置5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这7次机会里正确的命中自己需要的2个词缀才行。
如果你不追求词缀数值的饱满，那么回火成功的概率大概在50%到70%左右。如果你追求饱满的话，那么成功率最少也得降低10倍了。回火为我们带来的提升主要是分为2个方面的，一是让我们的角色更加六边形，也就是用它来补足我们的不足之处。比如说你前期装备差，抗性不满，就可以给防具寻找一些抗性的回火。中后期我不想带具有负面效果的主宰，就可以通过回火护甲来实现满减伤，从而节省一个威能。也可以选择一些提升技能大小，让我们战斗更加流畅。其次呢，就是配合我们的玩法来进行特化的构筑，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技能大小，在 PTR 中可以通过堆积复数回火词缀来达成一些非常夸张好用的效果，比如能拉3个屏幕怪物的卷须或者满屏幕的成魔。不过在暴雪限制了词缀大小上限为100%之后，这一类的思路就只能作为补充了。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堆积一些比较特殊的词缀来让自己角色变得极端。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回火特定的增伤，比如死灵的武器回火傀儡伤害就会比其他的伤害要高许多。又比如说野蛮人可以选择给身上的鞋子、戒指、项链都找腾空斩冷却，配合戒指实现无限制的跳跃来速刷。开荒阶段这一机制的帮助也很大，因为我们只需要无脑的回火伤害词缀，就能在前期让我们角色伤害提升个2到3倍。当然这一切都需要配方， PTR 中低级品质的配方在低难度是很容易掉落的，而最高档的传奇配方就需要高难度的长期战斗了。我个人刷起来体感是各种门票 BOSS 的产出率会高一些。而由于回火系统的存在， PTR 中大部分的暗金地位都下滑了，尤其是武器位置的暗金。而在这一系统之下，野蛮人因为本身的多武器系统享受的争议是最大的。最后呢，是大师强化机制，它是一个取代当前强化的系统。我们消耗大秘境里产出的特殊材料，配合一些基础材料，就能对所有的装备进行最多12段的大师强化了。大师强化是分为9次普通强化和3次晋级强化。普通强化呢，会提升装备的非基底词条，也就是红框标出来的这些，每一级的普通强化可以提升它们 5% 的属性。而晋级强化则会出现在4、8、12这3个关键等级。这3个等级之中，大师强化只会随机强化1个词缀，但提升的数值高达基础的 25%。由于这个机制是从当前的装备的所有词缀里随机选一个，所以呢，传奇装备必须要在回火之后才能进行大师强化。暗金装备就没有这个限制了，可以自由的强化。大师强化如果在晋级强化中没选中你需要的属性，是可以通过支付一部分材料来重置的，是一个非常耗费材料和时间，但对我们的提升也非常大的玩法。在 PTR 的后期，我主要的时间都花在刷大秘境获取材料，以及铁匠反复大师强化追求毕业词缀方面了，玩起来就跟抽卡一样。不过呢，正式服前期你只要强化的不是特别差劲，那估计大家都会优先追求全身满12，然后再慢慢追求一键3连的毕业词缀。由于下赛季传奇和非稀有暗金都是可以交易的，所以下赛季你除了自己刷之外，还可以通过交易和别人换到自己需求的底材，然后再对他们进行回火和大师强化了。总之就是非常需要肝啊，比这个赛季装备刷完就可以 A 要好很多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在努力干视频的琉璃啊，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